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有做支付这种金融服务？那为什么？然后到目前为止做了些什么呢？那一直到去年的 Q1 开始，我们开始发现说，除了我们原本服务的客户之外，其实产业上面对于这个支付服务，或者是金融服务，或是金流服务，其实还有很多市场上的空缺，或是需要我们来协助的地方，所以我们才会顺水推舟的把我们这种已经有10几年自己搭建的这个金融服务的经验，我们希望把它推展，也希望大家在生意上面可以说更顺畅、更方便、更安全这样子。进到9APP，然后跟大家一直在看支付服务啊这些内容的时候，好像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像是财富管理，就是刚刚聊到这个概念，说因为9APP在做的事情是帮这些品牌增加业绩，我们试着让大家都变得更赚钱，提升越来越多越来越高。那的确，支付是其中一个环节，它是一个需求。那就像财富管理里面刚刚提到说，像买美股，买美股可能就是一个投资工具。那但是如果我是素人，我当然可以直接去买美股，但如果我能够透过财富管理的专家协助我做协调的时候，当然他可能财富管理专家还是要跟美股的服务的团队去做协调，甚至进行购买，但美股团队能交付到的结果就会更好，就是我就更不用自己在挣扎，让那些这个情况下让支付公司理解我的状态，然后现在的我需要什么东西，而是可以透过像是9APP 的 AM 这样的团队，能够去协调并且判断，知道现在可以使用的情况是怎么样。我这样的描述是跟你的理解是一样的吗？每个企业的发展一定有初创期，一定有成长期，然后一定有扩充期。那不管你在什么阶段，其实你可能都会需要不同的金流或者是不同的支付工具来。那一个有经验或是没有经验的客户顾问，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讲很重要。所以其实有经验跟没经验，我觉得这个会是在服务上面，还有在客户的需求理解上面，其实我觉得会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不同的商机这样子。现在91APP 支付是另外要购买的吗？还是在本来就有的9APP OMO 就是我们 Commerce Cloud 的产品之一呢？如果你本来就是 9APP 的客户，我相信这些产品跟应用服务其实都会散落在各个产品方案里面。是。那如果你今天还不是9APP 的客户，或甚至说其实你有一个独立的网站、独立的外站，你想要使用这些服务，你也可以另外来跟我们做一个申请，那我们也会提供这样的产品解决方案给你们。支付到卡或券，我们有这个应用，它能转换成是商品兑换券啦，或者是刚刚讲团购企业团购卡这件事情，可以多聊一下吗？厂商或商家他在展览这边有获得很大的营收，可是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说，其实我的展场是有限的，我的时间也是有限的。那他透过展会去销售，比如说销售他的礼券或者是提货券，那他只能卖这一段时间啊。那他们就会来问我们说，我在展览这边的时候，我有一个销售机会，我有一个销售场景，我怎么把它扩大？那我如何在我线上，或是说接触我的客户的地方，我可以把它扩大？所以我们才会有，比如说提货券的这种概念。就是说我在销售的当下不一定，我的购买跟提货可能是分开的场合，对，所以从展会的现场再往前推，确实就很有想象力了。那就餐业来讲的话，就是订粽子或者是年菜，就是这样子，然后又可以拿来送礼，买回去给人家做使用，甚至公务上的采买，其实工商的使用也是很有道理。如果作为一个品牌，我想要提供这样产品服务的时候，的确就会碰到在台湾的法规环境里面履约担保的问题。对，就是我们之前自己也有想过做自己的储值金啦，或者是兑换的票券啊、卡这些事情。那履约保证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麻烦的事。对，那这件事情可以介绍一下我们提供的履约保证服务内容吗？通常可以发行履保的机构呢，大概都是金融机构。可是因为金融机构它在先天上面的这个服务上面来讲，它是比较少服务一些新创的公司或是中小企业的公司，甚至网络的公司。因为有个事情跟场景也蛮简单的，
即便你跟千辛万苦搬了一大堆钱，然后放进去银行，不管做美金定存或是说台币定存，你终于拿到了一个300万的旅保，可是你的灾难来了，你的系统跟工程师你要自己重新去打造一段，那这个就会变得很麻烦了。就是我只负责签了一个纸本约，但是我却没有系统来处理，那我在管理上面就会遇到很大的障碍。这样子，假设你今天想要对于你的，比如说 B to B 的供应商有一套产品跟服务想卖，你有 idea， 或是你有想法，你有商模，那在你的网站上面，其实你只要把这个产品上架，那我们这个上架的产品就会透过9APP 的 Payments 全部走旅保的这个模式，那你就可以发行，比如说是储值金或者是点数的方式，那甚至是说有一些团购，或者是说另外的一些采购的部分，你可以很简单的方式去做。其实讲白一点，你有 idea， 你有产品，然后那接下来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签好了履约保证了，我们也有搭建好系统，那其实你只要请工程师来跟我们对接，我相信你可以很快的去实现你的一些创业或是营收的点子。所以以前如果履约保证，我自己要做发票券的时候，其实我自己要做一个核销的管理啊，跟有多少跑在外面，哪些券还没有被使用的这些事情嘛，对不对？对，而且你可能你要跟银行互相对账。烦哦，对不起，那个时候就很烦，就是真的是很烦的事情。对，然后你可能要档案那边互传。真的那个 Excel， 然后就是拍荧幕，这都是很痛苦的事情。对，好的，那我问一下，说我们有订阅制的服务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酷，就是我们可以所以我们可以协助客户品牌。提供每个月固定金额扣款、挂信用卡固定扣款的这种订阅制的产品是吗？对，没错。最简单的就好像是定期定额。那比如说你今天你去一个 NGO， 你去捐款，比如说那你很希望每个月、每年我都可以帮助孩子，所以你捐款了，这是最原本的，可能是定期定额。那后面到了这个大订阅时代，就是 Netflix、网飞、Spotify， 你知道了有会员服务的时候，我就开始来订阅。那这个订阅的时候，就可能是说，就好像你用 Uber 跟 Foodpanda， 其实你也是绑了一张信用卡，你就可以持续的订阅跟持续的提供扣款服务嘛。这是第2个阶段。那现在第3个阶段其实是 AI 阶段，因为 AI 阶段大家可能会用 Token， 现在需要的是我使用多少，我再付多少。那这个比较符合现在消费者或是说市场提供的一些商业的模式嘛，所以现在在 AI 时代的定期定额，它有点像是按需付费，重点是商家不会收不到钱啊。所以它是一个用量制的方案，用量制，现在可以用用量制订阅制的，但是弹性的用量制，而不是咬死的订阅。没错没错。好很多弹性哦。是。9APP 的 payment 一旦整上去之后，你就可以同时开，刚才说8种嘛，不同的支付工具。是。那里面对我来讲，是很悬的是那个buy now pay later， 就是先买后付的这个选项，就在大哥付的隔壁的这个选项。就是为什么店家品牌要考虑提供就是先买后付这样的支付服务给就是消费者呢？就是谁会没有信用卡？那大家当然很简单的讲说，第一个可能是学生吧，学生可能没有信用卡，这个我理解。然后第2个，他可能是家庭主妇，他可能没有信用卡。OK， 好。第3个有一个现在其实很大的来源，比如说我今天是发型设计师，我今天是刺青师，我根本或是我今天是零工经济的人，我根本就没有薪资条，银行根本就不会发给我信用卡。那这些人如果今天想要买这些商品，他如果想要分期，那他没信用卡，那他就不能分期，不能购买了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客群需求。以前过往在做buy now pay later 的部分的话，通常要查核消费者的一些信用的状况，意思是说你要提供很多个资，比如说上传身份证、上传财力证明，然后上传一大堆资料，可能是线上填写，可能是纸本送达。然后我才能去买一样商品，可是我现在很多时候的消费是一个冲动，或是我现在的消费是抓一个商机。那我们现在跟大哥付合作的东西是说，
你都有缴电信账单，你也有买手机，因为全部人都有电信账单，你买了什么样的手机，你每个月账单资费付多少钱，你有没有按时付款，这些都构成一个数据化的个人的风控的模式。那它只是透过这个电信门号的方式去给你一个额度，所以它可以快速的输入你的电信门号，台湾大哥大的门号之后，它快速的给了你一个额度，它这样就会让说我今天在购买一直到完成的这个部分，最快它可能不到30秒，就跟一般信用卡一样。可是我的商家跟我的消费者却不会感到任何的卡顿。那我其实这几个支付里面最有感的，不好意思，其实是 ATM 转账这个，因为其实餐饮业真的很长，或食品产业很长，或者民宿也是啦。是，就是说你要订我的东西，那我再发，你网络上先留单，留单之后我再发个 LINE 给你，说我的银行账号多少，然后你汇款之后再告诉我你的后5码，我再来核对，真的很痛苦。就是这整个过程其实真的很辛苦，但如果自动化的整合在 ATM 转账或是超商付款，那有虚拟账户可以来核对对账，说这笔款项有进来没进来，这真的是差非常多的事情，对消费者的下单购买也会安心很多。那这边也是如果有餐饮或食品业的朋友，就非常推荐大家其实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服务。那下一个问题是。所以一定要使用9APP 的，就是 Commerce OMO 的 solution 才能够使用9APP 支付吗？那如果没有使用9APP Commerce solution 的品牌，也可以使用9APP 支付吗？我们现在其实有服务蛮多，不见得一定用9APP Commerce 服务的客户，因为我们当初最原本成立服务的初心就是想服务更多不同类型的客人嘛，所以其实现在不管你是电子商务产业，或者是你是医疗诊所相关的，甚至你是旅宿餐饮的，我觉得只要在你的场景上，我们能帮你省一分力，那份力是什么呢？可能是人力，可能是劳力，那可能是资讯的能力。我觉得这几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服务这个支付产品和跟金融服务的初心这样子。所以简单来说，我们不需要一定要9APP Commerce 的客户才可以跟我们服务跟配合。懂。